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明明很聪明，却活得特别累？他们不是能力差，恰恰相反，就是因为看得太清楚，所以才快乐不起来。别人一句随口的话，他会反复想3天；别人还沉浸在热闹里，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。他们总能看穿人性，却也因此更难真正融入人群。心理学其实早就发现，高认知能力的人往往更容易陷入某些隐形痛苦。这不是矫情，而是一种大脑太清醒的副作用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越聪明的人越容易出现的5种痛苦，看看你中了几个。第一种痛苦，过度敏感与情绪反刍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晚上洗澡时，突然想起同事白天的一句话，他刚刚那句是在酸我吗？然后大脑开始自动播放重播模式，表情、语气、停顿，甚至连对方皱眉的角度你都开始分析。最后凌晨2点了，你还在脑内开侦探会。心理学有个概念叫低潜在意志。简单来说，一般人的大脑会自动忽略很多无关资讯，但高智商、高敏锐度的人，这道过滤器比较弱。别人略过的细节，你全部接收到了。你以为这是洞察力，但很多时候，这其实是一种折磨，因为你的大脑从来没有真正安静过。你不是想太多，而是你真的接收的比别人更多。第二种痛苦，太早看透世界。有些人年纪轻轻，却已经活得像看透人生。聚会里大家在狂欢，但你突然会有一瞬间抽离，这些快乐最后都会消失吧？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·亚龙认为，人类最深层的焦虑其实来自4件事：死亡、孤独、自由以及人生没有标准答案。而越聪明的人通常越早意识到这件事。你开始发现，努力不一定有结果，爱情可能会变质，再成功的人最后也会老去。于是很多聪明人都有一种状态，明明活着，却像站在世界外面观看人生。别人还在投入剧情，你已经提前看到结局。这种感觉最痛苦的地方是，你不是悲观，而是太清醒。第3种痛苦，越懂人性，越难被理解。很多聪明人都有一种孤独，没人真的懂我，不是因为没朋友，而是因为很难真正对平。最常见的场景是，伴侣正在抱怨工作很累，他想要的是抱抱我，理解我。结果你开始分析，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是时间管理，然后气氛直接结冰。这就是心理学里很经典的知识的诅咒。当你懂太多之后，你会忘记别人并不是用同样的思维方式在运作，于是你越理性，别人越觉得你冷漠，越想解决问题，关系反而越疏远。最讽刺的是，很多聪明人最擅长分析别人，却最不擅长被爱。第4种痛苦，完美主义瘫痪。真正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失败，而是你明明知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。于是很多聪明人都有一种症状，想得多，但迟迟不开始，因为你脑中已经看见100分版本，所以现实里只要做到70分，你就会觉得不够好。结果呢，影片不敢发，计划一直改，梦想永远停在草稿阶段。因为你不是懒，你只是太害怕不完美，而这种高标准最后最容易困住自己。第5种痛苦，越厉害的人越怀疑自己。最后一种痛苦最隐形，很多真正厉害的人其实都活在一种恐惧里。如果有一天大家发现我其实没那么厉害怎么办？这叫冒名顶替症候群。能力越强的人越知道世界有多大，所以他们反而越容易低估自己，因为他们看得见自己的缺点，看得见自己的不足，也看得见自己和统监之间的距离。反而那些懂得不多的人更容易充满自信。
所以很多聪明人表面冷静，其实内心一直在自我怀疑，不是因为不优秀，而是因为太清楚自己还不够完美。如果你发现这5点我几乎全中，先别急着否定自己，因为问题从来不是你太聪明，而是你把这份敏锐全部拿去攻击自己了。真正成熟的聪明人，最后都学会一件事，不是凡事都要想透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想透，停止过度分析，停止反复内耗，停止把自己困在脑中的世界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正念、创作、运动和真实的人际连结都能有效降低高控制者的大脑过载。你不需要变笨，你只需要学会让自己安静。因为真正高级的智慧不是看透世界，而是看透之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。如果你也是那种太清醒而活得很累的人，留言区告诉我你最有共鸣的是哪一种痛苦，也许你在这里会找到同类。